示范性的恋爱。玉米走上岸，背过身去，一遍又一遍地读彭国良的信。彭国良称玉米王玉米同志，这个称呼太过正规，太过高尚了。玉米其实是不敢当的。玉米第一次被人正经八百地称作同志，内心涌起了一股难言的自爱，都近乎神圣了。玉米一看到同志这两个字，已经喘息了，胸脯顶着前襟，不停地往外鼓。彭国良后来介绍了他的使命，他的使命就是保卫祖国的蓝天，专门和地修反做斗争。玉米读到这儿已经站不稳了，幸福的近乎崩溃。天一直在天上，太远了，其实和玉米没有半点关系。现在不同了，天和玉米捆绑起来了，成了他的一个部分，在他的心里，蓝蓝的还越拉越长，越拉越远。他玉米都已经和蓝蓝的天空合在一起了。最让玉米感到震撼的，还是和地修反做斗争这句话，轻描淡写的，却又气壮如牛。地修反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地主富农，他太遥远，太厉害，太高级了。他记在明处，却又深不见底，可以说神秘莫测。你反而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哪里了。你听一听，那可是地修反呐！如果没有飞机，就算你顿顿大鱼大肉，你也看不见他们在哪儿。彭国良的信几乎全是理想和誓言，决心与仇恨。到了结尾的部分，彭国良突然问：你愿意和我一起手拉手和地修反做斗争吗？玉米好像遭到了一记闷棍，被这记闷棍打傻了，神圣感没有了，一点一点滋长起来的却是儿女情长。开始还点点滴滴的，一下子已经汹涌澎湃了。手拉手这三个字真的是一根棍子，一根擀面杖，玉米每读一遍都要从他松软的身子上碾过一遍。玉米的身子几乎铺开来，十分被动，却又十分心甘情愿的越来越轻，越来越薄。玉米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，面色苍白，伏在树干上吃力的喘息。彭国良终于把话挑破了，这门亲事算是定下来了。玉米流出了热泪，玉米用冰凉的巴掌把滚烫的泪水往两只耳朵的方向抹，但是抹不干。玉米泪如泉涌，抹干一片，立即又潮湿了一片。后来玉米索性不抹了，他知道抹不完的。玉米干脆蹲下身去，把脸埋在肘弯里头，全心全意地往伤心里头哭。高素琴早就太好衣裳了，他依旧把木桶架在胯部，站在玉米的身后。高素琴说：玉米，差不多了，你看看你。高素琴向河边努了努嘴，说：玉米，你看看你的木桶都飘到哪里去了？玉米站起来，木桶已经顺水飘出去10几丈远了。玉米看见了，但是视而不见，只是僵在那儿。高素琴说：快下去追呀，晚了坐飞机都追不上了。玉米缓过神来了，跑到水边，顺着风和波浪的方向追逐而去。当天晚上，玉米的亲事在村子里传开了，人们在私下里说的全是这件事。玉米找了一个飞行员，专门和地修反做斗争的。玉米这样的姑娘能找到一个好婆家，村子里的人是有思想准备的，但是那个人是飞行员，还是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。这天晚上，每一个姑娘和每一个小伙的脑子里都有了一架飞机，只有巴掌那么大，在遥远的高空闪闪发亮，屁股后面还拖了一条长长的气尾巴。这件事太惊人了，只有飞机才能在蓝天上飞翔，你换一只老母猪试试，要不换一头老公牛试试。
一只老母猪或一头老公牛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冲上云霄，变得只有巴掌那么大的，想都没法想。那架飞机不仅改变了玉米，肯定也改变了王莲芳。王莲芳过去很有势力，说到底只管着地上，现在天上的事也归王莲芳管了。王莲芳公社里有人，县里头有人，如今天上也有人了，人家是够得上的。玉米的那个人在千里之外，这一来，玉米的恋爱里头就有了千山万水，不同寻常了。这是玉米的恋爱特别感人至深的地方。他们开始通信，信件的来往和面对面的接触到底不同，既是深入细致的，同时又还是授受不亲的。一来一去，使他们的关系笼罩了雅致和文化的色彩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的恋爱是白纸黑字，一横一竖，一撇一捺的，这就更令人神往了。在大多数人的眼里，玉米的恋爱才更像恋爱，具有了示范性，却又无从模拟。一句话，玉米的恋爱实在是不可企及。人们错了，没有人知道玉米现在的心境。玉米真是苦极了，信件现在是玉米的必须，同时也成了玉米没日没夜的焦虑，它是玉米的病。玉米倒是读完初小的，如果村子里有高小、初中，玉米当然也会一直读下去。村子里没有，玉米将将就就只读了小学3年级，正经八百的识字只有2年。过了这么多年，玉米一般的看看还行，写起来就特别的难了。谁知道恋爱不是光谈，还是要写的呢？彭国良一封一封的来，玉米当然要一封一封的回，这就难上加难了。玉米是一个多么内向的姑娘，内向的姑娘实际上多长了一双眼睛，专门是向内看的。向内看的眼睛能把自己的内心探照得一清二楚，所有的角落都无微不至。现在的问题是，玉米不能用写字的方式把自己表达在纸上，玉米不能。那么多的字不会写，玉米的每一句话，甚至每一个词都是词不达意的，又不好随便问人，这太急人了。玉米只有哭泣。要是彭国良能在玉米的身边就好了，即使什么也不说，玉米会和他对视，用眼睛告诉他，用手指尖告诉他，甚至用背影告诉他。玉米现在不能，只能把想象当中见面的场面压回到内心。玉米压抑住自己，他的一腔柔情像满天的月光，铺满了院子，清清楚楚。玉米一伸手，地上就会有手的影子，但是玉米逮不住它们，抓一把，张开来还是5只指头。玉米不能把满天的月光装到信封里去。玉米悄悄偷来了玉叶的新华字典，可是这又有什么用？字典就在手头，玉米却不会用它。那些不会写的字全是水里的鱼，你知道它们就在水的下面，可哪一条也不属于你。这是怎样的费心与伤神？玉米敲着自己的头，字呢？字呢？我怎么就不会多写几个字的呢？写到无能为力的地方，玉米望着纸，望着笔，绝望了。一肚子的话慢慢变成了一脸的泪，他把双手合在胸前说：老天爷，可怜可怜我，你可怜可怜我吧。